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在乌镇偶遇王一博，他约我一起看剧。据网友反映，他一直很低调。王一博这次旅行是去乌镇，行事低调的他，在乌镇话剧节上看到这样一个有造诣的人，不禁吃了一惊。他没想到会在那里遇到像他们这样有才干的人，这无疑让每个人都大吃一惊。11月底，不少王一博粉丝表示，他自己飞上海，本以为要参加什么重要活动，没想到只是转机，这次的主要目的地是乌镇。这是很多王一博的粉丝说的。众所周知，乌镇话剧节的组织者是黄磊等人。网上很多人都在想，这跟王一博有什么关系？他们因这部电影而结婚是很自然的。更具体的说，他们两人合作出演了程二的电影《无名》，从此这段缘分就在作品中了。由于王一博被邀请参加乌镇话剧节，所以他此行的行程安排相当低调。在乌镇偶遇也算是一种幸运，毕竟世界上最好的主播彼此互动的机会并不多。如果您是节拍的粉丝，您很可能会觉得有义务吹嘘他。不难发现，此时偶遇的王一博身穿一件绿色外套，外套内侧有蓝色羽绒服，他似乎一点也不着急。看来王一博这次是要见机行事了。首先，孟京辉邀请王一博陪他去乌镇看他制作的电视剧《狐狸天使》，很多人都围观了演出，虽然他们都以为王一博要参加，被王一博不张扬的气度吓了一跳。看了路透社的视频后，很多人开始猜测这意味着什么。他准备好出道演艺圈了吗？这种推理不应该让人感到意外，毕竟王一博目前正处于号称突破的转型阶段。在他被认为是一个可靠的演员之前，他在教育和经验积累方面有很多基础。增加知识最有效的方法是看戏剧，未知。然而在众多黑粉看到后，画风骤变，各种花言巧语，毫无逻辑的剧情，各种流言四起。由于种种原因，王一博的电影《苍穹之王》被迫取消上映。同样，电影《无名之辈》尚未以官方身份向公众展示。归根结底，当代气候对这部电影有重要影响。众所周知，王一博这2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影视圈工作，尽管如此，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没有公开。自然而然的，他也成为了一大批人批评的对象，这种批评甚至到了玄学的层面。不得不承认，难怪王一博的粉丝们都在大喊好看多了。在电视领域，古老的木偶戏在网上大放异彩，并能吸引追随者，这简单的可笑。这种说辞无非是冒失，王一博的策略还是很有把握的。现在的娱乐圈里，无论是人气还是人气，他们的游戏处于顶级水平的人并不多。纵观这几年事业蒸蒸日上的人，王一博算是最成功的了，一个具有根本竞争精神的人。王一博是一位独树一帜的全能艺人，在自己热衷的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甚至能够跳出常规的角色设定。他在嘻哈、滑板、摩托车、骑行和其他专业运动中的广泛流行，一直是相关周边行业扩张的推动力。同时，他也参与了主流文化的推广，也就是大众市场认可的、比较流行的、走在文化发展前沿的文化。文艺领域优秀的 Z 世代成员。所以，王一博只有这样才能发挥自己的演技，成为一个更好的演员，是让他有机会在电影界工作。尽管有很多猜测，但我们始终相信，他所拥有的坚韧和毅力，会让他坚持自己的信念。您所要做的就是看着花朵开放。王一博怎么可能让乐华坐上偶像市场第1的宝座？乐华之所以能够在近几年受到网民的关注，是因为其中最著名的艺人王一博。乐华的异军突起，同样要追溯到韩庚的第1代流量明星。2009年，杜华为后来的乐华奠定了基础。2010年成功签下韩庚，韩庚回国从事游戏开发工作。韩庚作为 Super Junior 的成员在韩国出道，他的回归必然引起了中国一大批最知名经纪公司的关注。
韩庚决定加盟当时才刚刚起步的乐华，让业界颇为意外。乐华尚未建立起强大的声誉，作为交换，乐华给了韩庚 2.35% 的公司股权。韩庚不仅借此从流量明星有效转型为有资本的股东，还借此进行了交易。韩庚成为了乐华的第一张底牌，甚至可以说是唯一一张。签约1年后，韩庚便迅速推出首张个人专辑《更新》，专辑销量突破30万张，打破了当时销量最高的年度唱片销量纪录。由于当时国内音乐演出事业的欣欣向荣，乐华决定连续3年承办韩庚《更新》演唱会，从2010年开始到2012年结束。乐华以股票绑定的方式签下胡彦斌和周笔畅，利用成功模式和知名度，但仍无法取代韩庚作为公司摇钱树的地位。尽管利用了成功模式和知名度，乐华截至2016年，韩庚仍占乐华总销售额约 49%。除了直接的经济收益，乐华还认识到了韩国偶像艺人体系的商业潜力。结果，该公司开始在扩大其在偶像领域的业务方面取得重大进展。2013年起，乐华先后与韩国偶像经纪机构 Pledis、Starship 达成合作，独家管理旗下艺人在中国的演艺事务。这一责任始于2013年乐华与 Pledis 的签约。趁着这个机会，乐华也开始深入研究偶像行业的整体运作机制。2014年，乐华在韩国成立子公司，次年与 YG 合作推出偶像男团 UNIQ。UNIQ 有中韩两国的成员，王一博就是组合成员之一。宇宙少女是乐华与 Starship 于2016年合作成立的偶像女团，该小组由13个不同的成员组成。程潇、孟美岐和吴宣仪是这个组织的3个中国人。未来，他们将回到中国，为国家的发展而努力。2016年之前，中国娱乐圈完全有意效仿韩国、日本的造星模式。遗憾的是，大部分已经成立的偶像团体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影响力也很小，这导致了偶像经济的处境艰难。直到2016年，中韩之间的敌意让韩国团体很难打入中国的偶像行业。一旦韩国团体不再是一个竞争因素，练习生制的概念开始在中国迅速崛起。2013年，全国各地活动的女团不超过10个。到2016年，仅在媒体领域就有200多个妇女团体开展活动，表明妇女组织在家庭领域的巨大崛起。2018年，创造101和偶像练习生2部选秀综艺的热度达到顶峰，人气同时达到历史顶峰。不仅范丞丞和黄明昊都在乐华的指导下成名，他们的恩师程潇和王一博也在这段时间崭露头角。还有宇宙少女组合的前几位成员孟美岐和吴宣仪也得到了再次出道的机会。正是在这一点上，乐华这个名字成为了造星工厂的代名词。此后，乐华也顺利完成了3轮融资，而支持他们的出资人也都是知名资本。王一博凭借《陈情令》一炮而红，为他逐渐取代韩庚成为乐华的新基石铺平了道路。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